云如哥说过，4大伯爵里，常胜伯实力最强，但是常胜伯如果不自爆，也不是叶晨的对手，所以杀钟永伯，叶晨心里有底。不过有底归有底，有没有机会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叶晨也很清楚，如果自己想在纽约杀了钟永伯，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。在1线城市的市中心与人斗法，弊大于利，自己这边动手，可能还没把钟永伯干掉，就已经被人现场直播到网络上了。所以杀钟永伯就绝对不能正面与他对战，而且自己也不能用法术对他一击必杀，否则在曼哈顿的医院里，忽然一道天雷劈下，劈死一个男人，这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叶晨想杀钟永伯，就必须找到一个出其不意，并且一击必杀的好办法。而在这之前，叶晨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要尽快解决。那个钟永伯说不定正在找机会对周良运下手，自己如果不把他从这里赶出去，他很可能会忽然发难，让自己陷入被动。一旦钟永伯动手，叶晨绝不可能坐以待毙，到时候恐怕还是难免要在公共场合与其斗法。想到这里，叶晨忽然心生一计，他从汉克的病房里拿了一只一次性的口罩，戴上之后便走出病房，乘坐电梯来到1楼急诊。此时的急诊，一名年轻的女护士正在这里负责接待。他询问那名女护士：你好，请问刚才有位车祸的病人送到了1707病房，那位病人是哪位医生负责诊治的？女护士微微一愣，有些警惕地问道：请问你是什么人？患者的家属。叶晨向他微微渡入几分灵气，淡淡道：我是你们新来的急诊科医疗主任，我姓叶，你可以叫我叶医生。那女护士顿时恭敬地说道：叶医生你好。叶晨点点头，道：带我去找那位医生，我有事要问他。女护士立刻恭敬地说道：好的，叶医生，您请跟我来。说着，那女护士便将叶晨带到了一间办公室的门口。她轻轻扣了扣门，门内便传来一个中年男性的声音：进来。女护士推开门，对里面坐着的一位男医生说道：皮特医生，叶医生找你。叶医生。皮特医生诧异地看着女护士身边的叶晨，好奇地问道：你是哪个科室的？叶晨没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对那女护士说道：这里没你的事了，回岗位继续工作吧，记住不要把我来这里的事情告诉任何人。那女护士立刻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皮特医生更是摸不着头脑，不明白这个戴口罩的男人搞的是什么鬼。这个姓叶的医生甚至都没有穿医生的白大褂。叶晨这时走到皮特医生的面前，同样用灵气给他做了心理暗示，提醒他道：皮特是吧？我现在是你们急诊部门的老大，稍后你跟我去见1707的病人，我怎么说你就怎么附和，我提出什么要求你就无条件照做，明白了吗？皮特医生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了，叶医生。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后问他：1707病人的病历呢？给我看一下。好。皮特医生立刻找到1707的病历档案递给叶晨。叶晨看了一下，病人名叫孙科，因为被车辆撞击入院，有多处软骨挫伤以及皮外伤，不过倒是没有伤筋动骨，看起来问题不大。叶晨问他：这人的病症不算严重，没必要收他住院吧？在急诊观察一下不就行了？皮特医生连忙道：叶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孙科是陈志民的助理。陈志民是安家的女婿，在纽约很有名气。当时陈志民打电话到医院董事长那里，董事长特别关照，要把他安排到17楼的综合病房好好治疗休养。叶晨忽然皱紧眉头：你说什么？安家女婿陈志民？对。皮特医生重重点头：就是他。叶晨顿时下意识地咬紧牙关，拳头也握得咯咯作响。看来刚才1707病房里3个人，一个是之前送进来的所谓伤者，另一个是4大伯爵里的钟永伯，而第3个就是自己那个小姨夫陈志民。之前安家只是高度怀疑他有问题，
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。可是今天他竟然和钟永博一起出现在这里，这就完全坐实了他是破清会卧底的事实。想到这儿，叶晨冷笑一声，心中暗道，看来这次吴飞燕确实很想得到四方宝藏，把陈志明和钟永博都派到了这里。于是叶晨掏出手机，给外公发去一条信息，内容是：外公，已有绝对证据证明陈志明是破清会成员，如今我有机会杀他，您觉得我杀还是不杀？此时此刻，华夏燕京，此时的燕京正是清晨，而安启山已经早早起床，穿戴整齐，准备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活动。这几日，安启山在大儿子安重秋、二儿子安凯峰以及华人神探李亚林的陪同下，在燕京与官方多个部门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。对安启山来说，能回来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，心情也是格外兴奋与期待。对官方来说，知名老华侨回国投资，那自然是绝佳的合作案例，自然也是全心全意加速推进，所以合作签订的效率非常快，基本上每天都要签订一批商业合同。今天安启山又亮出一个非常大的手笔，他代表安家控股投资的多家航空公司，向华夏订购了近100架华夏自己的大型客机，而华夏商飞也热情地邀请他于今日上午在燕京试乘国产大型客机，进行一次短途飞行。穿着非常隆重的安启山刚刚出门与自己的2个儿子以及李亚林碰面，他便收到了叶晨发来的短信。看着手机的他，表情一下子变得十分震惊，旋即他对身边的3人说道：你们先到我房间来一下。说罢，他不等3人回应，便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。3人不知所以，连忙跟了进来。关上门，安启山看着3人，将手机递给李亚林，开口道：亚林，你们3个传阅一下，什么都不要说，等传阅完，你们只需要告诉我，你们是有意见还是没意见，无论有或没有，都不要说任何理由。3人更是疑惑，李亚林赶紧接过手机先看，看完顿时脸色大变，不过他不敢耽搁，连忙又将手机递给安重秋。安重秋看完也是骇然不已，同时将手机递给安凯峰。安凯峰瞪大眼睛，随后默不作声地将手机递给安启山，随后小声问道：爸，谁先表态？安启山淡淡道：我先表态。3人连忙看向他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安启山表情闪过一丝狠辣，咬牙冷声道：我没意见。